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聚焦面积台湾66倍大、全球最大的这座岛屿格陵兰。川普说我要定了。同一个时间，你看到发布的是川普2.0的执政周年的纪录片。下一年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刚刚说的格陵兰。今天晚上全世界都在问川普会不会来硬的？到底为什么现在 F-22、F-16整批飞过去了？马老师，这座80%被冰封的岛屿到底藏了什么？川普非要它不可。川普高喊我是关税之王，错，川普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霸凌之王。霸凌之王，川普带了5大部长飞到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，对，5天。各位观众，你一定要密切注意，全世界都在看，世界的格局将在达沃斯论坛发生彻底的变化。好，川普在出发去瑞士之前，刚好是他就职1周年，对，他很盛大的搞了就职周年影片、就职周年演说。好，他就职周年讲了一个全世界都不愿意听到的，美国要定了格陵兰，没有回头路。好，势在必行。更可怕，他讲一句话：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一切用实力说话。所以不要说我没有先告诉你，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，他要定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羞辱了全欧洲，羞辱了加拿大。来，你看怎么羞辱？如果是台湾，你受不了。好，北约秘书长这个丹特吕特跟他打了一个电话，是说你不要弄格陵兰吧。他跟吕特电话一放下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做什么事了？他弄了2张 AI 贴图，各位观众一定要来看，全世界最可怕的 AI 贴图。第一个，他在白宫的会议室会见一群人，各位看清楚这些是什么人吗？欧盟的主席是法国总统马克宏、意大利总理、德国总理，全部都是欧洲，全部听他听训了。还没完，最可怕就是他羞辱是这个，是后面有个地图。哎，各位看地图，怎么满满的都是美国国旗嘞？这是美国，这是美国没有问题。这是加拿大，哎，怎么变成美国国旗了？美国51州，川普自己说的。是，哎，你说加拿大人看到这个气炸了，气炸还没完，格陵兰也是你的，他已经弄了美国国旗了，53州，对，连委内瑞拉他都弄了美国国旗，都给你好了。他不是，你说委内瑞拉受了是吧？他把54州，好，各位观众听懂没有？51、53、54，对。哎，马老师52州呢？52州在哪？冰岛，冰岛他也要。下一个就是冰岛哦。然后55州是谁？墨西哥。希望56州不要是台湾，千万不能是。好，这张照片够不够羞辱？够羞辱。我告诉你，我是马克宏，是欧盟主席啊。看到这张贴图啊，我会疯掉。你还把我P到上面。对。更可怕是下面这一张。各位看这一张，这也是川普纪念周年哦。这个是川普，是，这是副总统，对，这是国务卿卢比欧，站在那个格陵兰上面，对，格陵兰，美国的领土，从2026年，哇，所以这个是他的就职周年影片播完的明天过后，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就是拿下格陵兰，不是拿下，这张照片已经告诉全世界，这是我的了，这是我的了，已经是我的了，不要吵了，这就是我，这个我拿美国国旗站在格陵兰领土上，我已经告诉你，2026年格陵兰就是我的，没有争辩，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就是论实力。今天听马老师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要问你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，罚酒是什么？川普真的会武攻格陵兰，直接用军事把它拿下吗？他现在当时关税是他的武器，所以他自己又在脸书又在他的 IG 上贴了一个关税之王，The Tariff King， 关税之王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全部用关税。马克宏说你在霸凌欧洲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讲一句，你再讲一句，我就把你的葡萄酒跟香槟课200%的关税，真的是关税之王，完全是霸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人家问他说，你除了关税之外，你会不会动武？照理说你应该讲 no， 因为动武是件很丢人的事情，很可怕的事情。他说无可奉告。哇，所以代表有可能他没否认呢？对，因为有可能是他选项。好。那这个时候，他做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
各位看这个影片，这是什么 F-22？注意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美国的 F-22是防守美国的，不到外国去的。F-22跟 F-16陆续降在格陵兰，就在这几天，就在现在把 F-22跟 F-16派到格陵兰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帮我们解读一下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向全世界说明，你不要来跟我打仗，你不要来跟我争执。格陵兰最厉害的武器已经摆在那边了，空战马首已经秀给你了，制空、对地打击，我全部摆正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这做给谁看的？做给谁看的？最好的哥们，欧洲看的。因为欧洲8个国家宣布联合派了50个部队到格陵兰去。我8国联军，你的8国联军算什么？我 F-22去了。好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实际上格陵兰已经是美国的。为什么？格陵兰上只有一个，格陵兰不是丹麦的吗？只有一个军事基地，就这个军事基地。好。P2FIC P2FIC 基地，这是个太空基地。对，这格陵兰最大的基地，上面就是美国的军事基地。我告诉你，2023年的时候，美国就把 F-35派在这个格陵兰的 P2FIC 基地上。我告诉你，这基地上有什么？第一个，预警的卫星系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对，预警系统、监视系统、导弹系统全部在上面，全世界最厉害的直升机都在上面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网传美国发动了一个最大规模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的部署行动。我 F-16、F-22、F-35都派过去了，怎么还会需要阿帕奇呢？当然阿帕奇打地战要阿帕奇啊！我跟你讲，是 F-22跟 F-16是空战，对，跟攻击地的。是，但你实际要占领，对，你需要海军陆战队，这时候就叫阿帕奇。我跟你讲，几十架阿帕奇现在也跑去格陵兰去了。我告诉你啦，川普做这个动作全部都是给欧盟看的，吓唬人的。达沃斯的5天改变世界版图的论坛都还没开，对，你已经把拳头全部堆往格陵兰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他muscle对拳头全部给欧洲看，是看到我势在必行的决心。好，他做这些动作其实是很有趣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说川普如果要攻格陵兰，30分钟，5架阿帕奇，30分钟就吞下来了。对，那你摆了这么大的阵仗做什么呢？就是给欧洲说我的决心，对，跟我的拳头跟muscle，是你不要惹我，我现在是下定决心。是丹麦人自己说的，30分钟，5架阿帕奇是就把格陵兰占领了。对。虽然有8国联军在格兰里，你50个人能干什么呀？对，好，现在最可怕的就英国的媒体，英国媒体独家登出了一个东西，你知道登出什么东西？川普已经下令起草入侵格陵兰计划。所以嘛，我们刚才在讲，他嘴巴没有否认，他也不给你任何讯息，他身体很诚实，他都在备战了，他全部动作全部都做出来了。我告诉你。打格陵兰需要用到 F-22吗？不需要，根本是杀鸡用牛刀。他是不是给格陵兰看的？他也不是给丹麦看的，他给欧洲看的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些欧洲人是他巴蒂啊。现在他给兄弟们看到说，你不听话，我就给你好看，这直接打欧洲人脸光。所以各位观众，我问你，瑞士5天的达沃斯论坛，美国跟欧洲跟中国。俄罗斯会搞成什么一个局面？可以预期这5天开口没好话了。所以刚刚马老师给我们看到那个 AI 的图，第52周、53、54周都是我美国的，我们就来看看欧洲那8个国家允许你来我的土地上撒野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最可怜的，我们真的是要同理心啊，同病相怜。最可怜是丹麦。丹麦耶，我是北约的主要盟国之一耶，而且格陵兰现在在我这里呀。对，格陵兰是我的耶，但是你现在对我muscle拳头搞这么大，但是我丹麦有什么办法？各位观众看一下，这丹麦最厉害、最新式的巡防舰，对，伊凡修
菲德级的巡防舰，对，这是它最新的哦。看，各位看这个巡防舰，但这巡防舰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它居然到红海去出任务，结果那个胡塞组织无人机飞弹来攻击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它的2台76这个快炮一打出去，炮弹就嘣，就在他面前爆炸。对，在面前炸开。然后他防御飞弹根本打不出去，全部故障，是完全无用。那不是很烂惨吗？就马上呼叫美国，美国一艘驱逐舰来就挡他前面，帮他救援，把他掩护，救了他一命。所以你说他怎么跟美国对抗？对，好，美国现在打格陵兰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他的 F-22去了，他的 F-35去了，他 F-16去了，他阿帕奇去了。对，但他有一个东西没办法去，什么？就他的航空母舰不能去。对，航母为什么没有进破呢？因为那里到冬天是冰封的，是，尤其是它港，你知道港口像芬兰，所有港口都冰封的，所以它需要破冰船。破冰船，你知道美国几艘破冰船？几艘？应该很多吧？3艘。美国现在只有3艘。对，所以他现在一口气下了11艘订单，给芬兰。是。芬兰，你先帮我做4艘破冰船，然后7艘你技术移转，我在美国做，所以总共订11艘破冰船，代表什么？他真的要进军北极了。等一下我问你啊，现在美国不是唯一的口号，就让美国再度伟大，这是川普的 DNA， 对，怎么可能让远在天边的芬兰去做我美国的国安重器破冰船呢？因为芬兰是全世界做破冰船最厉害的，是全世界80%的破冰船设计是芬兰设计的，60%的破冰船是在芬兰这个做的，是全世界破冰船大概就是芬兰、俄罗斯、新加坡，是就这3个国家。你知道川普为什么这么在乎破冰船吗？为什么要国安豁免让芬兰做破冰船？他有3艘的破冰船，他有3艘，你知道俄罗斯有多少艘？几艘？40。难怪他着急睡不着觉。还没完，俄罗斯40里面是有8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，那没得比了。还没完，是譬如说俄罗斯去年下了这个1万帕帕林这个破冰船，各位知道这破冰船有多厉害吗？第一个，它有76mm的舰炮，就看它有舰炮，是它可以看到，它可以打口径飞弹。它还有防空系统，它可以破1.7公尺厚的冰，所以这样的破冰船对川普而言，你在北极之战如芒刺在背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刚刚看到加拿大贴美国国旗，委内瑞拉贴美国国旗，贴满了；格陵兰贴美国国旗，将来墨西哥也要贴美国国旗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居然下一步是冰岛贴美国国旗。他为什么要去拿冰岛呢？因为各位知道，冰岛才真正是大西洋出入北极的航道的守关者，所以各位看这个人叫朗恩，他被川普提名出任冰岛的大使，你知道他说什么话？他说我现在是大使，冰岛将来会成为美国的52州，冰岛会成为美国52州。等等，你太跋扈，太嚣张了。还没完，他说我现在是大使，对，将来我就是州长。这个套路是当时吃格陵兰一模一样，跟格陵兰一模一样，但格陵兰还是丹麦的一个领管的主权土地。国家对国家，冰岛是个赤裸裸的，你驻冰岛大使说冰岛将来是美国51州，我将来是州长，你受不了这个事情？我告诉你，事实上冰岛已经被美国掌控了。第一个，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冰岛在2003年的时候，美国3架 B-2 这个幽灵战斗机，啪一下，各位看，停驻在冰岛。B-2 在2023年5月才正式恢复驻海外，第一个去的国家就冰岛。第二个，注意看，冰岛是不让核潜艇进冰岛的，2023年才开始解禁。2025年，美国的核潜艇就到冰岛，B-2 3架到冰岛，核潜艇到冰岛，所以哇，52州将来冰岛千万不能56州是台湾。我坚决反对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军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，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
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